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要来给大家看的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右边这一款啊，千直链新出的一个和生凯撒的一个套装版啊。这个左边呢是它原本的一个单盒版，当然单盒呢它合体的这个小飞机呢也是另外包装出的，我就不再掏出来给大家看了。因为和生凯撒大家也可以，我在我频道的视频经常看到是在我桌面上长期摆放把玩的这个。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两者在本体的呈现效果上，涂装变更之后会有什么区别。具体呢，也就是看个成色啊，想到底看成色。这次的一个套装版呢，还会多一个它的战士罗亚的这样一个人偶，算是一个变相再版升级版啊。盒子正面可以看到，正面的开口大小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侧面来看呢，就可以发现它套装版和原本的单体版呢是大概要厚出1/3这样一个厚度，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飞机的一个大小。然后背面呢也可以看到两者在呈现内容上的一个风格上的区别。好，盒子呢基本上就看到这边，其他也没什么大区别。我们看一下玩具内部的一个本体吧。好，内容物拿出来之后呢，又是满满的一桌子。这小桌子真是受不了了。一本说明书啊，看背面也知道它是包含合体解释的。塑封呢是分了3层，我们一层一层来看。首先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本体和生凯撒的一个本体一把剑，替换手型2组啊，一个是放绝招手双手握拳的，一个是2个握持造型手，一把替换用斧柄胸口的发光剑的替换透明剑啊，以及一个顶出装。右边是剑。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小飞机，可以看到小飞机变形令人无语的替换键，支架的转接头，炮口的替换键，合体模式下头冠的一个替换键，小飞机飞翼的替换键。好，内部一个小盒就是这次的新规的战士罗亚的底座，它的滑板以及本体。最后一层分别是底座、支架，一个大的底座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盒内的分布状态。把本体从盒子中取出来啊，2个新版和原版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呢，大家第一眼感觉是什么啊？我的第一眼感觉呢，就是从颜色方面来说呢，虽然你肉眼能够看出这次新版呢它是有一个金属光泽色，但是明显原版的那个颜色会感觉更鲜艳一些，更像在游戏中动画中那种展示出的那种效果，或者叫它 anime 版啊，这个正式配色版啊，对吧？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比较让我第一眼直观上感觉会比较有区别的，就是这个胸口的一个金色飞翼的一个部件。可以看到原版的它的金色涂装呢，是比较均匀的，但是这次是我不知道这个工艺算不算电镀啊？但是它的漆面可以看到是漆面比较厚，但是色泽均匀度上来说呢是不如原版的。在它比较有褶皱的这部分呢，就明显可以看到它是发银金色并没有完全均匀的覆盖在整个零件上，这可能是工艺上的一些问题吧。它在高低落差接缝的地方呢，会明显感觉金色没有镀到这块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我肉眼能够看出来的问题。但是在原版上呢，是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它整个金色发色呢非常的一个均匀。其他部分有一说一，上了金属的质感之后呢，会给人第一眼感觉比较高级。虽然说它的在外甲上并没有太多金属成分，但是上了这个漆之后，你会感觉它这分量会让你感觉，它外甲部分是不是哪边也是有金属材质？但实际上呢是并没有啊。肩膀这边斧头这块呢也会有一个金色沉淀分布不均匀的一个情况。这
给我感觉就不是太好啊。但是背面有一说一，它脊椎部分用了金色之后呢，这个感觉会更对比强烈一些，比原版这个相对来说金色发色的比较淡一些呢，和红色对比就不像这次的版本那么强烈。整个造型上是一模一样，没什么好说。所以说它整个给我带来的一个风格上的区别呢，就是在成型颜色上啊，给我带来视觉上的不同的一个感受。不知道镜头前的小伙伴怎么感觉？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是新版的还是旧版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实不相瞒，我更会喜欢原版的这个配色多一点点。虽然说新版的更华丽一些，但是会有一些穿帮会让你觉得它华而不实啊。像这个就非常的扎实。在身上荧光漆的分布点方面啊，两者也没什么区别。眼睛部分呢，都是一个紫光灯照射会有荧光的一个效果。透明件方面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好像目测也看不出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说，在荧光零件漆面使用方面呢，也是维持的原版一样的规格。好，我们本体的色泽区别呢，我们就看到这边。小飞机我们就不再看了，应该漆面是一样的一个风格。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次是完全新规的一个战士罗亚的一个怎样的表现。哇，我们的战士罗亚呢是非常的小啊，对焦都不太容易。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一个身高啊，身高基本上是 3.5 厘米左右。这么小的小人呢，我们就要拿出同样非常小的戴亚克隆小人来比较一下，它基本上是高出了一个头，整整的一个头。整个小人在分色上还是蛮细致的，勾了金边啊，头发和脸部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分色的一个表现，而且全身上下呢是有关节的，比如说它头部呢是可以转动的啊，也可以左摇右摆，手臂呢360度旋转也是没什么问题，同时是可以有曲肘的一个可动。腿部呢是可以前踢90度，同时也可以屈膝90度，但是外踢、侧踢方面的角度就受它根部球冠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后踢角度也可以接近90度吧。整体上来说，以这个尺寸下呢，算是 OK 的当然比戴亚克隆的小人比起来呢，还是在关节上少了一丢丢但是它主打的不是这个卖点嘛。脚底呢是有孔洞，这个孔洞呢就可以和它的一个踏板上的一个小桩进行一个结合，还原出它在踏板上的这样一个造型。这个踏板呢底部也是有一个洞，是可以加上一个支撑架之后呢，支撑架下面是球冠，可以和底座进行一个结合。当然这底座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凸起，和战士罗亚的一个脚底孔洞呢也是匹配的，所以说它是可以单独站在这个地台上的。好了，小人呢基本上也就看到这边最后来总结一下吧。这款玩具我就不再单独打分了，因为它完全就是一个换色来的。原本体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它都是继承下来。在漆面上，说实话，它是有好有坏好处呢，它就给人一种高级感，特别是金色反光那种光泽，的确是可以看出有高级感。但是缺点呢，我也说了，像现在镜头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它在这个最标志性的胸甲部分，它的金银的分色呢，还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均匀的情况发生的。这一点在原版上是肉眼几乎是看不太出来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均匀的一个发色当然这一次它的一个变相再版多了这样一个罗亚小人，算是一个避不过的一个卖点。如果你想要这小人的话，只可以选择这次的一个套装版否则的话，我是强烈推荐原版的这个效果，我是更喜欢的当然如果你原版的小飞机因为是他们第一次限定你没有买到的话呢，这次套装捆绑版呢可能是你补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也是好纠结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关键还是看大家自己吧，你觉得哪一方面你更适合一点说实话有一说一，它小飞机的一个合体的一个把玩体验真的是非常拉分的一个情况。我
是我个人强烈推荐你买一个本体就 OK 了，小飞机你可以 pass 掉，哪怕它炒的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真的本体好，听劝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到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